众人所瞩目的拍卖会终于正式开始。一位穿着正式服装的拍卖小姐缓缓走上发话台。拍卖小姐站在发话台前，麦克风轻轻传来她清脆的声音：“尊敬的各位贵宾，欢迎您莅临本次江城拍卖会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您将有机会见证并参与到一场非凡的文化盛宴。今天，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珍贵无比的艺术品和古董。”每一件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。我们希望透过今晚的拍卖，不仅能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找到他们新的主人，也希望能促进大家对艺术品收藏和文化传承的热情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此次的拍卖会是需要个人的眼力去鉴定的，一旦定锤卖出，便不可反悔，是赚是赔皆不可有异议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1号拍品。随着拍卖小姐的话音落下，拍卖会场的灯光聚焦到一个巨大的展示台上，一件宝贵的古董画作轻轻地升起来，照着柔和的光线，那画的每一笔一滴都分外美丽动人。拍卖小姐接着介绍，这是明代的一幅名为《皇家富丽》的油画，由当时的宫廷画师景明士描绘而成。这幅画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与艺术的魅力，起拍价为100万元，每次出价不得少于10万元。叶枫并不吱声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画。一瞬间，有人开始叫价，我出120万。一个声音从场内的一角传来，看着声音的源头，是一位中年男子，分明是位有些身份的人士。150万。另一边也有人开始出价。陈少不甘示弱，立刻开口：“我出200万。”他的语气决绝，仿佛已经将这幅画视为囊中之物。苏倾城看了一眼叶枫，低声优雅地说：“这幅画值得更好的主人，我出250万。”场内气氛因着这番竞价而变得紧张起来。丽丽看向陈少，似乎在期待他再次出价，但陈少犹豫了。就在此刻，古老轻声开口。他的话语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。此画非同小可，它的价值远不止于金钱可量。我愿意出300万。古老的出价让人们重新评估这幅画的真正价值。陈少见猎欣喜，立马开出了500万的高价。正当古老还想举牌出价时，叶枫使用了他的透视神眼，把画全部扫描一遍。他出声制止了古老：“古老大师，请等一下。”古老与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叶枫。苏倾城也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出声。叶枫望向古老，语气镇定地解释道：“这幅画我看有疑点，虽然我不是艺术品鉴定专家，但我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上的不同。听我的，买这幅画一定会亏。”这番话让在场的一些人露出了不信任甚至轻蔑的表情，觉得叶枫只不过是个没有知识的年轻人，怎能怀疑这件昂贵拍品的真伪？但古老的眼光却是凝重的，他知道叶枫并不是一个轻易发言的人。丽丽和陈少看到叶枫突然出声，似乎找到了新的娱乐点。陈少不屑一笑，声音里充满了讽刺：“哦，看起来我们的叶先生不仅是穷小子，还自认为是个艺术鉴赏家了。你腿子也想学人评话？”丽丽也毫不留情地搭腔：“真是笑话！一个连拍卖会邀请函都没有的人，竟然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。叶枫，你这是想用你的无知展示你的存在感吗？”苏倾城听到丽丽的嘲讽后，面色微微一沉，然而他很快恢复了平静，转头对叶枫说：“叶枫，连古大师都觉得这话是真的，你有把握吗？”古老则面色微微一沉，对叶枫说：“这幅画先前我就反复观察过了，的确是真品，不买那可就亏大了。”叶枫信誓旦旦地对古老说道：“相信我，古老，买了一定亏大发了。”古老注视了叶枫良久，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沉思：“叶枫，看来你是真的对这幅画有所了解，或者你有着别人所不具备的洞察力。既然你如此肯定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”苏倾城对叶枫的信任和支持从未改变，他轻声对叶枫说：“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支持你的判断。”陈少瞥了叶枫一眼，口中嘲讽道：“
观察力是盲目自大吧？一个不懂艺术的人也敢胡乱指点，真是将自作聪明极致了。丽丽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，揶揄地说：“叶枫，你的勇气我倒是挺欣赏的。不过对于一个从不应邀参加拍卖会的你来说，想必你只是想在这儿博个人气，摆摆风姿而已吧。”叶枫微微一笑，回答道：“陈少，丽丽，艺术品的真伪和价值，不是用嘴巴就能够证明的。待会可不要输得哭爹喊娘啊！”陈少轻蔑地对叶枫说道：“就算这幅画是假画，我江城陈家不差这点钱，老子输得起。倒是你这臭送外卖的，连一件小小的拍品都拍不起，你还是回去乖乖地送你的外卖吧！”哈哈哈！随着陈少的话音落下，拍卖小姐微微一笑，优雅地恢复了拍卖的正常秩序。她清了清嗓子，继续着拍卖会的流程。500万一次，会场一片沉默，所有人的目光在陈少和古老之间徘徊，等待着是否会有进一步的竞价。500万2次，拍卖小姐继续喊道，气氛紧张，但无人应声。500万3次，成交。随着拍卖小姐最后一次宣布，小木锤敲定的声音象征着这次交易的结束。拍卖会场内一时间又是一阵轻微的私语和议论声。陈少面露得意，他坐回座位，对叶枫投去一个的胜者的笑容，一副无惧于拍下假话的姿态。叶枫依旧保持着他的冷静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古老在一旁却是心事重重，面有难色地问叶枫：“现在可以说说这幅画到底哪里不对劲了吧？”叶枫淡定地望着古老，回应道：“古老大师，这幅画的确有不少准确的宫廷元素，但最显著的问题是颜料的成分。尽管仿冒者非常巧妙，但使用的颜料在明代是无法得到的。”古老听后似乎受到了启发。颜料成分？叶枫点了点头。随着古老的目光，他继续解释：明代的油画颜料主要来自于天然矿物和植物，而这幅画中的某些色彩过于饱和亮丽，我怀疑是后来合成出的某种高分子染料。事实上，即便没有工具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来进行初步的判断。比如，这幅画中用于描绘宫廷衣物的某些蓝色和红色，明代是很难达到如此鲜艳和明亮的效果的。这是因为明代的染料制作技术有限，而这种色彩的饱和度和亮度明显带有现代化学染料的特点。另外，通过对比研究明代真迹的油画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真正的明代油画在色彩运用上更加含蓄和内敛，追求的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美，而不是过于鲜艳刺眼的色彩。这与这幅画作的风格有明显的不符。随着叶枫的分析，陈少挑衅地说：“一个外卖小哥竟然也敢妄言专业领域的事情，简直可笑！你以为你是什么鉴宝大师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还会去送外卖吗？”丽丽也丝毫不掩饰她的不屑，冷冷地补充道：“就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，没有实际的证据，你的话也只能算是空口无凭，别到时候把自己的脸丢光了。你个臭送外卖的穷鬼，我当初怎么会瞎了眼跟你在一起？还好我离开你的决定是对的。”叶枫反击地说道：“我有办法可以证明这画是假的。”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小块特制的荧光粉，在所有人好奇的眼光中，叶枫走到了那幅画作前，向古老解释说：“如果这幅画真的如我们所疑惑的，使用了后世的合成颜料，那么应用这种特制的荧光粉与紫外灯照射会有明显的反应。”此时陈少大声制止：“喂，弄坏了画你可是要赔500万的啊！”在拍卖会现场的众人与工作人员的监督下，叶枫轻轻将荧光粉撒在画作的一角，随后打开了紫外灯。在紫外灯的照射下，撒上荧光粉的那部分画面开始发出不同于原有色彩的明亮光芒。这个光芒在明代的油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。这个简单却有效的实验让古老眼神中充满了惊讶和敬佩。他对叶枫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叶枫，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。看来这幅画确实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般真迹。”丽丽和陈少面面相觑，他们的嘲笑声戛然而止。叶枫向古老和苏倾城说道：“我并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么了不起，
只是不希望我们被一些刻意伪造的作品所欺骗。苏倾城便崇拜地对叶枫说道：“叶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差一点就被骗了。”苏倾城激动得不禁扑向了叶枫，抱在了他的怀里，这让叶枫顿时脸红心跳了起来。而意识到自己突然的不雅举动，苏倾城也是害羞的轻轻离开了叶枫的怀抱。陈少在一旁看到苏倾城这种表现和叶枫的互动，心里的不甘和愤怒瞬间翻腾起来。呵，真是个好戏，一个送外卖的也能在这里耀武扬威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过别忘了，这个世界上的真理不是靠一些小把戏就能颠倒的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证明什么吗？真是可笑。丽丽则冷笑着补充：“就是用一点小聪明就想要翻身。叶枫，你以为你现在是英雄了？别做梦了。有的人永远只能是那个送外卖的，没有资格站在我们这个圈子里。”古老此时站了出来：“够了，你们这样的态度只会让人更加看不起。”陈少和丽丽知道在古老面前已无立足之地，再有不甘愿也只能默默地坐下。